大家好，我是猫盾，今天我们来聊水镜和孙鲁班的专武。让我们先来看水镜的专武。略有小成的第一个效果，会使我方的防御型武将或镜像死亡时，驱散我方其余存活的防御型武将3个负面状态，并为其恢复等同于水镜最大生命值 40% 的血量，同时赋予等值的护盾。差不多是死一个人，就让其他人近乎回满血的概念。若防御型武将持有大于自身生命值 50% 以上的护盾，还会获得额外的属性加成。受到的暴击伤害会降低 75%， 无视防御抗性也会提升 35%。有了专武后，水镜的能力不再只是复活防御型武将这么单调，它还能在每一位防御型武将，甚至是他制造出来的镜像死亡时，为其他防御型武将回血、加盾、驱散负面状态和添加提升防御能力的属性，让整个盾队变得更坦，更不容易挂掉。略有小成的第二个效果是反过来利用场上还存活的防御型武，去支援水镜制造的镜像。有了专武后，场上存活的每一个防御型武将都可以为镜像提供 20% 的最终增减伤。水镜的镜像最大的问题就是复活后身上什么增益都没有，这会导致武将复活后又会很轻易的被敌方给打倒，复活了也就能挨一下，几乎毫无作用。略有小成的效果，至少给了他一些基础的增益，增加了一点镜像生存的机会。队里的防御型武将越多，镜像存活的机会就会越高。炉火纯青的效果会让水镜在制造除自身以外的镜像时，使镜像额外获得水镜 60% 基础攻击力与防御力，最多不超过60万。这又进一步的加强了镜像的基础能力，但60万对于老区来说就没什么用了，因为老区现在的攻击力和防御力早就已经过亿了，60万就和没有一样。炉火纯青的第二个效果只在非玩家的对战，也就是 PVE 中生效。效果会使水镜每一次为自己创造镜像时，都会使全体防御型武将的普攻和怒攻倍率提升 20%， 最多可叠加3层。这又让水镜多了一种玩法和功能性，可以透过献祭自己来提升其他防御型武将的输出。技能的唯一使用场景，大概就是在魔窟里搭配 SP 司马懿队了。炉火纯青的第三个效果，进一步加强了防御型武将的怒攻输出。有了专武后，己方防御型武将释放怒攻时，会额外对受击目标造成当前持有护盾量 40% 的真实伤害，最高不超过自身最大生命值 30%。让护盾在盾队中不仅可以用来防御，也可以成为一种输出的手段。神乎其技的效果提升了水镜为友方防御型武将制造镜像的总次数，让水镜在每场战斗可以制造镜像的次数从原来的4次提升到了5次，算是一个小小的提升。神乎其技也再次的对镜像的能力做了提升，让镜像可以为存活的防御型武将分摊来自敌方伤害的 30%。看来这才是专武给镜像的新用途，即使是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反正都是保不住的了，倒不如用来帮助其他还活着的武将来分摊伤害。配合略有小成的效果，镜像死亡后还会为其他防御型武将驱散负面、回血和加盾，想来还是完全不亏的。神乎其技的第三个效果会使防御型武将怒攻时移除所有受击方一个随机护盾。若释放怒攻的是水镜自身，还会额外偷取受击目标一个护盾至自身。移除护盾的能力在现今的版本非常好用，偷取护盾的能力也可以让怒攻是攻击全体的水镜变得更坦。别忘了，在水镜专武的加持下，护盾还可以转化为真伤，让水镜在输出端也能有少少的贡献。总结，虽然水镜的专武会使队伍的坦度和输出都有提升，但奈何现在是盾队的弱势期，等到盾队进入强势期时，又会有新的盾队命魂武将加入，所以最终水镜在 PVP 里还是无法上场的，顶多就是在魔窟里偶尔可以拿出来用一下，老区资源多的可以随意抽一抽。
新区的优先级别也不高，如果现在已经没再用水镜了，也可以先不抽。接下来我们来看孙鲁班的专武，略有小成，会在开场为我方全体吴国武将施加1层热毒，最多只能持有1层。热毒会使异常命中提升30%，并且可以抵消1层冰封，当中也包括了不可驱散的冰封，这是火烧队用来对抗冰封的新武器。拥有热毒的武将遭受攻击时，还有50%概率会给攻击者施加1层不可抵抗的猛毒，每个武将每回合最多触发1次。猛毒的效果现在恐怕是可有可无了，因为毒一直都没有自己的体系，都只是灼烧的附属品而已。在毒系没有增伤的情况下，可能还是破不了格挡的。炉火纯青的效果会使吴国武将在行动中引爆灼烧后，若自身没有热毒，则附加1层热毒，每个武将每回合最多触发4次，并使热毒可以额外提升我方50%最终伤害减免。这是一个让吴国主输出可以长期拥有热毒效果的一个能力，并且还给了热毒一个更实际的效果，最终伤害减免提升。使到热毒即使在面对没有冰封的队伍时，也不至于会完全没有用。神乎其技的效果会使热毒消失时，额外恢复目标200点怒气和20%最大生命值，并清除一个控制状态。非常全面的能力，让热毒从拥有到消失都有其对应的能力。神乎其技的第2个效果，同样是在热毒消失后发动的，会对敌方全体附加1层猛毒，和削弱敌方20%异常状态抗性，最多可叠加至60%，效果会持续至战斗结束。热毒消失后的效果很多，但因为热毒并没有写明回合数，所以也不清楚它是否会自然消失。若它会随着武将行动后消失，那热毒消失后的能力就很有用，循环会比较快。但如果是要抵消冰封后才会消失，那效果就比较一般了。总结，孙鲁班和水镜都拥有着同样的问题，虽然专武有加强，但各自的队伍都不在强势期内。他们俩的专武虽然有补强，但强度还不至于能令队伍重新回到主流里，所以终究还是出不了场的。虽然火烧队的情况比盾队要好一些，至少下一个版本还是有更新的，但很可惜的是，强度依然不高。而且新加入的武将朱然、命魂小乔和 SP 大乔已经占据了3个位置，这下就更没有孙鲁班出场的机会了。其应对冰封的能力，在未来也有更强的 SP 诸葛亮可以代替，所以孙鲁班专武抽取的必要性是比水镜更低的。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